为了价值1亿的项目，我出差了1年。发票只能当月报销，每天不能超过200块，这可是公司的规矩。半夏呀，那可是董事的儿子，你忍一忍吧。回公司报销时，财务给了我一个下马威。当晚，我就给项目对接公司的负责人打了个电话，我要让这群人看看什么才叫真正的规矩。经过整整1年的奔波，这个价值1亿的项目终于落地。没想到回公司的第一关竟然是报销。这什么玩意儿？皱巴巴的，这么多都要报？1年的差旅，所有票据都在里面了，按规定贴好了。许半夏是吧？对。不好意思啊，公司有新规定，发票只能报销当月。什么？我出差了1年，怎么可能按月报？那是你的事儿，规矩就是规矩。另外，每天的餐补、住宿补贴总额别超200，超出自理。200块，在那个物价飞涨的项目所在地，连快捷酒店都不够。这是谁定的规矩？我要见财务总监。我爸是齐董，这里的规矩当然是我家说了算。下一个。半夏回来了，辛苦辛苦，项目顺利吧？赵经理，财务部拒收了我的发票，说只能报当月，每天限200，这是公司的规定吗？半夏，我知道你委屈，但那是齐董公子刚来历练的，忍一忍，他一句话，你我都难受。听我的，先缓缓。原来功劳是领导的，委屈是干活的。这公道我自己挣，忍一忍，就当给公司做贡献了。规矩是死的，以后再说。忍？赵经理，我这1年……我明白，齐浩一句话，你我都难受。眼下别去触眉头，小不忍则乱大谋。听我的，先缓缓。拼命拿下1级项目，换来的却是忍。既然没人给公道，那我就自己挣。吴桐。那个在项目谈判中和我针锋相对，又最终惺惺相惜的对手。许经理，听说项目圆满成功，恭喜啊！吴总消息灵通，刚回公司，一堆琐事。理解，报销嘛，最头疼。是啊，不过比起报销，我倒是更担心后续的落地执行。刚听说我们的竞争对手创新科技最近动作很大。创新？他们怎么了？听说他们搞了个新技术方案，成本压很低，不知道是不是针对我们这个项目类型的。他们一向喜欢打价格战，不过项目您放心，我盯到底，我觉得进度得再快一点。对了，我这报销出了点小问题，财务要重新审批，如果您收不到邮件，那就是流程还没走完，您多担待。这句话是钉子，报销卡住等于项目受影响，等于创新有机可乘。吴总，2期方案细节我整理好了，你看什么时候方便，我们约个时间见面细聊。随时方便，明天下午怎么样？好的，明天见。齐浩以为在给我立规矩，他不知道我刚给他的规矩加了一把火。这里存着项目核心数据和技术参数，还有我私下整理的关于创新科技的动向分析。齐浩以为用权势给我立了规矩，赵梅以为用事故让我学会了忍耐。他们不知道我握着什么底牌，想玩阴的，那我奉陪到底。半夏，鼎峰那边2期意向沟通的怎么样了？正在准备材料，需要谨慎。应该的。丽丽，你这盆绿萝该浇水了，叶子都黄了。管得真快。没人会为了一件看似与己无关的小事得罪董事公子，我不在意，我只等鼎峰那边的动静。若公司采取激进策略，那2期方案必须。许经理，确认一下，你们方案的成本还能压多少？没问题，这是详细测算。许经理，合作愉快。合作愉快，吴总。审计办负责人是齐东老部下，结合齐浩立的新规，味道不对了。是想收紧控制权，还是在为谁铺路？夏姐，
听说鼎峰那边的2期合作可能要黄。谁说的？不知道，有人在传说鼎峰对咱们方案有疑虑，可能要考虑创新了。谣言总是传得比风还快，而且指向性如此明确。齐浩想靠这种小动作毁了我，天真。项目命脉在我手里，只要顶峰任务，这些谣言不过是跳梁小丑的枯燥。吴总，没打扰吧？没有，许经理请讲。关于2期方案成本部分，我重新核算了一下，如果优化供应链，采用备用方案，成本能再降3个百分点。3个点？具体怎么操作？电话里说不清楚，我需要整理一份详细对比报告。另外，关于创新那个传闻，我也托人了解了一下，他们内部还有技术瓶颈没解决，短期难以实现低成本。我撒了个小谎，可商场如战场，信息差就是武器。我要让吴桐相信，站在他这边的只有我。这倒是新情况，许经理，你的报告什么时候能好？最快明天下午。好，我等你消息。报告出来，我们立刻开会讨论。我知道，我播下的种子已经开始发芽，而有些人已经迫不及待地想看到它夭折。这座城市只认结果，齐浩赵梅有他们的规矩，那我就用结果来立我的规矩。最近气氛怪怪的，许工，你自己多留点心。谢谢，我知道。真正的较量才开始，我的第一步棋已经落下。许半夏，报告我看了，非常好，数据详实，思路清晰，这才是专业的态度。应该的，都是为了项目顺利推进。明早开个视频会议，技术和采购总监都参加，你主讲。没问题，吴总。许经理，跟你合作就是痛快，不像有些公司流程冗长，效率低下，让人头疼。顶红听到风声了，还是齐浩的手已经伸过去。吴总过奖，我们公司一向注重效率。赵经理，顶峰明早开高层视频会议，定2期方案。好事儿啊，干得漂亮！明天的会我也参加，给你坐镇。眼看项目活了，又想来捞功劳。好，有您在，我更有底。吴总，许经理的方案很出色，这体现了咱们公司的高度重视与诚意。合作细节和后续推进，我们会全力配合，确保流程顺畅。财务方面，请吴总放心，绝对不会有任何拖延。他想抢功，但这财务2字此刻格外刺耳。有赵经理这话我就放心了。那1周内交最终版，进入合同流程。太好了，这下稳了。半夏，你就是咱们的顶梁柱，我这就去向王副总汇报。他关于财务的保证像一根刺，留在了我心里。他太急于表功了，反而可能画蛇添足。果然，下午风波骤起。夏姐，你是不是又提交报销单了？没有，怎么了？齐浩刚发火，说你仗着有功，违规提交过期票据，要严处。我根本没交票据，这是警告，告诉我卡住报销照样能让我难受。谢谢，我知道了。许经理，吴总打扰了，有件事想先跟您通个气，可能会影响到后续合作的推进速度。哦，什么事儿？因为内部新规，付款报销流程变复杂，周期可能延长。延长多久？说不准，可能几天或几周。你也知道大公司流程复杂，我尽力催，但无法保证时效。模糊付款和报销归咎于新规，我这是在埋伏笔。许经理，我明白你的难处，但合作讲究效率，如果贵司流程问题影响进度，损害顶峰利益，我理解，提前报备是免得您觉得我们执行层不努力。你有这个心就好，保持沟通。要是齐浩卡我，顶峰就会施压，到时候看看到底是谁更着急。游戏才刚刚开始。
听说没？顶峰项目不稳了，好像是报价有问题。不止是报销惹恼了齐公子，被穿小鞋。嘘，小声点。流言像病毒般扩散，版本再多，核心都指向我出了问题。半夏，顶峰那边有新反馈吗？一切正常，修改顺利。半夏，有时候退一步海阔天空，别和上面太较真儿。赵梅怕我连累部门，这种明哲保身是常态，我不意外。没人愿得罪齐家，但职场只认结果，我要让他们看看谁才站错了队。许经理，方案收到了，非常满意，效率很高。吴总满意就好。不过首付款支付，我想确认下流程，希望尽快到位。来了，重点来了。流程没问题，不过之前提过，公司审批环节稍多，我会尽量催。我没把话说死，留了活扣。理解，下周一反馈合同，我们看好你，希望中间别出岔子。我明白，吴总。真正的考验在下周，首付款是对齐浩新规的试金石，顺利则罢，如果被卡住，周末关机，不碰工作，我必须保持绝对的清醒与体力。许半夏，抓紧走完流程，尽快签。王副总很关注这个项目。好的，我马上提交。齐浩出手了，这不仅是下马威，更是宣示对资金的绝对控制权。现在还不是时候，让这支箭再飞一会儿，去射中他该射的把戏。齐浩大概正得意地享受卡住流程的快感，以为我会屈服，会去求他，但我偏不，我要他自食恶果。许半夏，合同流程卡在财务部了，怎么回事？你问问。喂，哪位？我是许半夏，顶峰2期合同审批，目前什么情况？许经理啊，合同我不太清楚，得问领导，你再耐心等等吧。搞什么名堂？你别管了，我去问问。半夏，财务部说付款方式有疑问，需要再研究。首付30%，验收合格付60%，尾款10%，质保期后付，所有项目都是这么执行的。齐浩建议降首付，这摆明冲你来的，你能不能低个头去道个歉？他只想安稳做他的经理，不想惹麻烦。看着他，我突然觉得有些可怜。我为什么要道歉？因为我出差1年拿下项目，还是我的报销单不符合齐浩随口定的规矩，流程卡住导致项目失败，谁负责？财务还是您？那你说怎么办？等等看吧，也许财务部研究很快就有结果了。压力已经从我身上转移到了赵梅，也即将转移到财务部身上。而点燃引线的只需要一个电话。吴总，不好意思打扰了。许经理，怎么了？合同流程有问题。吴总，合同在财务部那边正在做最终风险评估。评估？条款不都谈好了吗？他们认为目前的首付比例风险偏高。放屁！30%的首付较高，你们财务部故意找茬吗？别生气，领导在沟通，但财务部有他们的流程和考量。考量个屁！我看就是官僚主义。就贵司这种态度，我看合作必须重新评估。请再给点时间协调。多久？我不敢保证，可能还需要几天。时间我耗不起，最晚明天下午。若依旧没有合理方案，那本次合作只能暂且搁置。火已经烧起来了，现在该轮到放火的人觉得烫手了。梧桐挂断电话的忙音像发令枪，表面风平浪静，水下已是暗流汹涌。是王总，我明白，我马上处理。
总，许半夏，怎么回事？鼎峰直接打电话说项目要黄。王总，最初是我的差旅报销被拒，随后2期合同在财务部卡了2天。吴总追问进度，我只能如实解释是内部审批受阻。我只是陈述事实，但这事实就像耳光，狠狠扇在钱胜脸上。老钱，标准合同卡2天还改首付，是谁给的权利？王总，是为了控制风险，而且齐浩刚来有点过于谨慎了。谨慎到把上千万项目弄黄，这就是财务部的控制风险。要是鼎峰甩手不干了，这损失谁来承担？立刻放行合同，再出幺蛾子你别干了，让那个齐浩收敛点。是，王总，我马上去办，马上。项目盯紧了，赵梅负责，许半夏去安抚甲方，务必保住合作。明白，王总。吴总，好消息，合同内部流程已走完，让您费心了，效率不错，希望后续顺利。面子折了，高层得罪了，齐浩和钱胜的这笔账，迟早要算到我头上。当你展现出搅动风云的能力时，有人畏惧，有人观望，也有人想看你如何收场，随便他们。合同签了，首付款3天内该到。齐浩安静了几天，但我知道他绝不甘心。徐经理，首付款收到了吗？我们需要安排后续工作。稍等，我马上跟财务确认进度。夏姐，款到了，但齐浩说设计前期费用冲抵，要你出具详细说明才能。费用冲抵，理由更专业了，能做文章，但绝不至于卡支付。说明我后续补，鼎峰在催，能否先支付？这个我得请示一下齐主管。对不起，夏姐，齐主管说必须材料齐全，这是原则问题。知道了，谢谢你。用规则的灰度公报私仇，闹到高层他也有借口。看来温和警告没用，有些人只有真正感到疼才会守规矩。我拿起手机，但没打给吴桐，我拨给了资深媒体人孙哲。他人脉极广。孙哥忙吗？打听个事儿。半夏，不忙，你说。创新科技那个负责市场的副总是不是跳槽了？老李带人走了，创金现在内部乱，新方案推进很不顺。这样啊，那可够他们头疼的。这和我之前无意透给吴桐的信息竟然对上了，简直是天赐良机。吴总，我刚获悉创新科技方案推进预组，这是利好，建议加快推进。然而，考虑到我司内部财务流程可能拖慢进度，建议建立一条更直接的沟通渠道，会由我每周提交进度预报。我告诉吴桐，竞争对手不行了，我们的机会来了，但前提是效率要快。我同时暗示，我们公司内部流程可能会拖后腿，并把财务支付流程点明。我甚至贴心地提出了解决方案，把皮球巧妙地踢回了财务部那边。要么你们提高效率，要么我就得天天催你，还得让甲方都知道进度。已经投出，这一次齐浩，你和你的规矩还能扛得住吗？这种暴风雨前的宁静，反而让人更加不安。许半夏，你发的什么邮件？怎么还抄送王总和钱总监了？吴总刚打电话了，语气很差。你这封邮件到底什么意思啊？赵经理，我只是基于职责同步信息并预警，都是为了项目顺利推进。你这叫预警，你这叫点火。我知道，跟陷入恐慌的人解释再多也是徒劳。喂，是。王副总叫我们去办公室，钱总监也在。该来的总会来。许半夏，你解释一下这封邮件是什么意思？王总，
我有义务向甲方同步市场变化。鉴于内部流程延迟，建立预警机制是为保项目，符合公司利益。内部延迟？徐半夏，你这是在指责我们财务部故意刁难吗？我只陈述事实。合同被卡2天，首付又因费用冲抵被要求补材料。如果因为付款导致合作破裂，这个责任谁负得起？费用冲抵是怎么回事？这个是下面按制度办事，也是为了公司资金安全。我看是有人想搞小动作。老钱，我上次说的话你是不是当耳旁风了？立刻马上让财务部把顶峰的首付款给我付出去，什么狗屁说明，后续再补。今天下班前钱不到账，你和那个齐浩都给我卷铺盖走人。是，王总，马上去办。许半夏，项目盯好，有问题直接找我，但发邮件前必须报备，别再擅作主张。明白，王总。在利益面前，齐浩的小动作不值一提。王总选择了敲打而非惩罚。赵梅第一次意识到，我这个平时闷头干活的下属没那么好拿捏。李半夏，挺厉害啊，告状告到王副总那里去了。齐主管，我没有告状，只是汇报工作。汇报工作？你信不信我能让你在公司待不下去？齐浩，你爸是齐董，这是你唯一的本事。我能拿下顶峰1亿的项目，这是我的本事。你觉得你爸能保你一辈子，还是说你觉得公司离了你爸还能留你？还有，下次卡流程找高明点的理由，费用冲抵太 low 了。徐经理，款收到了。好的，合作愉快。效率很高嘛，期待后续合作愉快。我知道这一回合我赢了。他终于意识到踢到铁板了，但以他的靠山，这绝不是结束。暂时的退让意味着更阴险的反扑，下一场风暴正在酝酿，而我必须做好准备。风波过后，项目顺利推进，日子似乎恢复了平静，但这只是表象。齐浩明显低调了，但他看我的眼神说明矛盾并未化解，只是转入了地下。齐浩立的规矩还在，我没争辩，这是一种默契的平衡，暂时的休战。职场的人性在利益面前展现得淋漓尽致，观望、怯懦，每种表情都是现实剧。2期细节我们直接对接，材料发我就行，不用经过你们经理了。杰出贡献奖按说是你的，但王副总说要考虑一下，因为集团总部的关系。我知道他怕天平又要动，他的意思，名额可能考虑给齐浩。我拼死拼活拿下项目，结果最大的荣誉要让给关系户，就为了平衡。我没意见，一切听从公司安排。半夏，你能理解就好，公司不会忘记你的功劳。以前我会委屈，现在只觉得可笑，那就别怪我用结果重新定义什么叫不可或缺。齐浩以为靠他爸能夺走一切，但他忘了这些不是靠施舍来的，真正的认可来自于你不可替代的能力。既然你们想要平衡，那我就把这个天平彻底压垮。刘总，猎头公司合伙人，项目最忙时，他开过诱人条件，但我当时一心扑在项目上，婉拒了。许经理，大项目做得非常成功，恭喜！谢谢刘总，您上次提到的机会，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可能？你要的机会当然有，市场非常稀缺你这种人才。哦，资料发我邮箱。另外，刘总，这件事还请暂时保密。明白，绝对保密，这是行规。跳槽意味着放弃项目，顶峰像我的孩子，倾注了太多心血，现在离开，实在不甘心。这只是一个备选方案，一张底牌，现在还不是打出去的时候。夏姐，别往心里去。夏姐，看开点，这年头会干活的不如会投胎的。各种反应都是人性最真实的折射。喂，吴总。半夏，你这效率太高了，干脆别在那儿干了，来我这职位随你挑。吴总抬举了，他觉得我再能干，也只是为他做嫁衣，他的得意摆到了明面上，真正的较量不在这些虚名之上。下面请项目部进行季度工作汇报。在过去的3个月里，我们部门在公司领导的英明决策下，成功拿下了顶峰2期这1000万级项目。言辞间把领导有方发挥到了极致，但也总算还记得把我的名字列在那个不起眼的角落里。接下来进入本次会议的重要环节，宣布本年度杰出贡献奖的获奖提名。经过管理层初步评议以及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，
本年度的获奖者是财务部的齐浩同志。获奖理由是齐浩同志入职以来，积极推动财务流程规范化，强化风险控制，为公司的稳健运营做出了贡献。推动流程规范化，就是指他卡报销、卡合同付款的那些新规矩，简直是可笑至极。等一下，王总，我记得这个奖项往年都是授予在业务拓展、技术创新或者重大项目上有突出贡献的员工。今年这个获奖理由似乎有点特别。这位齐浩同志具体是推动了哪些流程规范化，取得了哪些可量化的成效？能否简单介绍一下？陈总的问题像一根针，瞬间刺破了那层虚伪的包装。现在我看你们怎么圆。感谢陈总关注。齐浩同志的工作体现在基础管理和风控方面，成效需长周期显现。这就是很多人趋之若鹜的名利场，充斥着不公和虚伪。真是胡闹！贡献奖给财务部一个新人，还是以这种理由？嘘，小点声，这也太明显了，吃相真难看。哎，现在就是这样，会干活的不如会搞关系的。我知道这笔账他又记在我头上，而且是在大庭广众之下丢了这么大一个脸之后。徐半夏，今天这事儿千万别多想。陈总那边，也不知道是谁多嘴，居然把财务细节捅上去了。赵经理，我什么都没做。反正这事儿算过去了，你安心做项目，以后机会还多。他自己都没底气。齐浩不敢明着废项目，所以报复只会以更隐蔽、针对我个人的方式进行。型号不匹配，重合。条款有风险，简历不合适，再等。车辆紧张，排队去吧。这些小事汇集在一起，就形成了一张无形的网，死死拖住我的手脚。徐经理，内部协调效率好像有点慢，遇到困难了。年底各部门都忙，正在加紧协调，不影响大局。软刀子割肉，让我疲于奔命。既然你们想玩阴的，那我就给这场内耗加一把足以烧掉整个大楼的火。徐半夏，这直接给技术副总裁股权薪资都不是问题，只要你点头，下周就能入职。现在离开我不甘心，更重要的是，我还没让他们得到惩罚。刘总，谢谢厚爱，我再考虑一下，尽快答复。许经理，年底没车，哪怕是项目用车，也得按规矩排队。那是顶峰中期现场确认，非常紧急。那您只能自己想办法了，或者去跟齐主管申请特批。许经理，务必赏光，你可是我们项目的头号功臣。齐浩刚领了尴尬的奖，现在又要面对真正的功臣，这或许是一个让他彻底看清现实的机会。晚宴上我该做些什么？这可能是打破僵局的关键，也可能是我在这家公司的最后一步。许经理，就等你了，今晚大家一起开心开心。齐主管也来了，欢迎。2期项目能有今天的成就，离不开团队的努力，尤其是许经理。这种光芒，有些人求而不得，有些人坐立难安。半夏，关于后续的那个技术升级，你的思路非常超前。没错，时间不等人，我们必须比对手快一步。董事长，您过来了。董事长，这位就是我常跟您提起的许半夏许经理，这次项目的功臣。许经理，年轻有为，吴桐可没少在我耳边夸你，说这个项目多亏了有你坐镇。董事长过奖了，是顶峰领导有方，我们团队共同努力的结果。是。这位是合作公司财务部的齐主管。许经理，你是圈内人，听说最近创新科技那边不太顺利。是的，董事长。据我们了解，创新科技的新方案确实在核心技术上遇到了一些瓶颈，短期内恐怕难以大规模商用。而且，他们负责该项目的核心团队近期也有变动，对项目进度影响不小。哦，许经理的消息很灵通啊！这对手的消息比我们收到的简报还要具体，这对顶峰来说可是个大利好。
董事长，许经理可是我们的福将，不仅技术过硬，市场嗅觉也敏锐。当初要不是他提前提醒，我们可能还会在价格上犹豫呢。好啊，后生可畏，和我们顶峰合作，就需要许经理这样有远见、负责任的伙伴。来，我敬许经理一杯，希望我们合作长久。谢谢董事长，祝我们合作圆满成功。这一刻，我成了全场瞩目的焦点，顶峰部最高层的认可，无疑是这名利场里最有分量的背书。齐浩大概从未受过如此冷遇，尤其是在他刚刚获得那个可笑的贡献奖之后，这种对比更是无比鲜明。真正的贡献不是靠背景和奖项来定义的，而是靠客户的认可和市场的检验。我知道他的心理防线快要崩溃了。许半夏，2期项目很关键，后续的3期合作也在规划了，你可一定要盯到底啊！你们公司内部要是有什么困难，或者有人让你束手束脚，你直接跟我说。吴总放心，我会盯紧。今晚发生的一切像几记重锤敲在了某些人的心上。我知道，这种沉默不是妥协，是爆发前的蓄力。我展示了我的价值，也把齐浩逼到了墙角。一个被剥光了所有虚伪荣誉、颜面尽失的人，会做出什么？最后的摊牌恐怕不远了。齐浩请了几天病假，没来上班，那种感觉不像是在养病，更像是在这栋大楼的某个阴影里死死盯着我。许经理，您的流程已经优先处理了。半夏，今天项目上有需要协调的吗？尽管说。我知道，这是晚宴上顶峰董事长那杯酒的效果。客户的认可，尤其是顶级客户的背书，在公司内部就是一种硬通货，它可以买到暂时的客气，也可以兑换虚假的和平。项目进度不错，保持住。基于外部压力的平静，就像建立在沙滩上的城堡，潮水退去的时候，最先崩塌的就是这种虚荣。留言的内容直指我和顶峰事业的关系过于密切，暗示我利用项目之便与甲方存在不正当利益输送，说我频繁与吴桐私下会面，说我力推的方案疑似有利于顶峰而非本公司。这些指控非常恶毒，且难以自证清白，没有人去探究真假，大多数人选择了表现出相信的样子，以划清界限。盲目从众效应再次显现，消息来源不明，但传播速度极快。齐浩，这就是你的底牌吗？许半夏，最近听到一些风言风语，关于你和顶峰那边的谣言。赵经理，我是什么样的人，合作这么久，你应该清楚，这些都是无稽之谈。我当然相信你，不过人言可畏啊，尤其是现在项目关键时期，还是要注意影响。听说集团审计部那边好像也听到了一些风声，当然可能就是例行关注。审计部，我的心微微一沉。如果只是部门内部的流言还好应对，如果惊动了集团审计部，那性质就严重了。这显然是有人想把事情闹大，而能有能量直接惊动审计部的，除了齐浩背后的齐董，我想不出第二个人。这是要下死手了。从赵梅办公室出来，我感觉后背有点发凉，这不是害怕，而是一种深深的疲惫和厌恶。我厌倦了这种无休止的低效的内斗，我把精力放在项目上，放在为客户创造价值上，却要时刻提防来自背后的冷箭。
许经理你好，这里是集团审计部，我们需要了解一下顶峰项目的一些情况，请你准备部分项目的合同和付款流程资料，明天上午送过来。好的，明白，明天上午准时送到。我知道，战斗升级了，这已经不再是个人恩怨，而是上升到了合规审查的层面。一旦被审计盯上，即使最后查无实际，也会惹一身骚，而且会在档案上留下永远的污点记录。是时候认真考虑离开的事情。刘总，我对贵方提供的初创科技公司机会很感兴趣，希望能尽快安排一次和对方 CEO 的深入面试。但在此之前，我必须先清理眼前的战场。我不能背着这种莫须有的污点离开。我要走，也要走得清清白白、堂堂正正。而且，我绝对不要这样窝囊的走。郑总监，这是所有的书面资料 ，U 盘里是详细的项目工作日志电子版。资料先放这里，我们需要时间核实。在此期间，请你配合调查，暂时不要接触顶峰项目的核心资金流程。暂时停权，虽然只是针对资金流程，但这已经是一个明确的警告信号。这意味着项目名义上还是我的，但我已经被切断了粮草。我配合调查。走出审计部，阳光有些刺眼。我知道，最艰难的时刻到了。吴总，许半夏，怎么回事？我怎么听说你被约谈了，还停了权限？这对项目影响很大。吴总，只是一些我们的例行检查，我在配合，很快就会澄清。项目的技术推进不会受到影响。许半夏，我们是信任你，但项目不能停，希望你尽快解决问题。如果内部协调不了，顶峰要考虑其他的备选方案了。压力一层又一层，这一次我感觉自己真的只能独自前行。你好，许半夏。许半夏女士吗？我是集团董事会办公室秘书，董事长明天上午想请您过来一趟，了解一下顶峰的情况，请问您有时间吗？上午10点，董事长办公室，再见。董事长直接越过了王副总、赵梅，甚至郑总长。我握着电话，一时有些愕然。这通电话究竟是祸还是福？无数个念头闪过，但我很快冷静下来。既然最高层要介入，这或许是一个彻底解决问题的机会。许半夏，顶峰项目的负责人。是的，董事长，您好。坐，今天叫你来是想听听你对顶峰项目的真实看法，以及近期公司内部围绕这个项目的一些情况。我知道，关键时刻到了，我没有急于诉苦或者辩解，因为在最高权力面前，情绪是最廉价的。2期项目的市场潜力是不可估量的，但在项目执行中，我们也遇到了一些内部协调问题。例如，合同审批和付款流程中出现了多次异常延迟，这些延迟不仅影响了项目进度，也对甲方顶峰实业的信心造成了潜在影响。哦，还有这种事。老齐，财务流程最近有调整，可能下面的人对制度理解有些偏差，正在规范。
继续说。我知道，最重要的部分来了。董事长，我以个人职业声誉担保，我与顶峰吴总的所有接触都有完整的证据可查。这些谣言不仅是对我个人的污蔑，更是对合作伙伴的侮辱。就在昨天，顶峰的吴总已经表达了严重担忧，我担心如果这种情况持续，会影响双方的合作，甚至波及到已经在规划的3期项目。老秦，审计部那边只是例行调查，查到要停掉项目核心人员的权，查到重要客户打电话来表示担忧。老齐，我知道小浩在财务部，但公司的规矩是做事规矩，不是耍性子的规矩，更不能因为个人影响到公司的根本利益。许半侠，你的情况我了解了，公司需要你这样能做事的人。谣言止于智者，审计那边我会亲自过问，你安心回去工作，项目不能停，去把顶峰安抚好。谢谢董事长信任，我一定全力以赴。我知道我赢了，在最高层面前用项目和客户利益说话，远比个人恩怨的撕扯更有力量。齐浩和他父亲的这次发难被彻底挫败了，而且是在董事长那里留下了极其恶劣的印象。许经理，资料初步核查没问题，您的资金流程权限已经及时恢复了，后续不影响您正常工作。半夏回来了，董事长找你，没事吧？没什么，了解一下项目情况而已。齐浩一整天都没露面，这一次他可能是真的病了。风波似乎再次平息，短时间内应该没人再敢明目张胆地给我使绊子。然而，就在我以为一切终于走上正轨的时候，一个意想不到的消息传来了。你好，许半夏。许经理您好，我是顶峰实业董事长秘书。我们董事长对项目非常关注，想邀请您明天下午过来一趟，就项目后续的一些战略方向单独聊一聊，请问您方便吗？顶峰董事长要单独见我，不是梧桐，是董事长亲自点名，而且特意强调是单独聊一聊。方便，我一定准时到。一种不太好的预感悄然浮上心头，项目又出了什么我不知道的变故，还是说顶峰听到了什么风声，对合作产生了动摇？看着楼下熙熙攘攘的车流，我忽然觉得职场就像一盘永远下不完的棋，你刚以为度过了一个险关，新的挑战和迷雾又在前方等着你。顶峰董事长这次突如其来的单独召见，是福是祸？我知道，又一场考验即将来临。不用拘束，喝茶。今天请你来，就是想抛开那些正式的流程，像朋友一样聊聊天。谢谢董事长，我心里却不敢有丝毫放松。越是说抛开流程，越是意味着接下来的话刀刀见血。2期项目进展顺利，你功不可没。不过，我最近听到一些消息，关于贵公司内部以及你个人的一些情况，让我有些担心呐。我的心微微一沉。明人不说暗话，我听说你最近在贵公司似乎遇到了一些麻烦，好像还惊动了检察部门。董事长，确实有一些关于项目和个人的不实传言。目前问题已经解决，绝不会影响项目的正常推进。我相信许经理的为人，不过有时候内部的消耗比外部的竞争更可怕。我不希望看到因为贵公司内部的问题影响到双方的合作，更不希望看到许经理你这样的人才被一些无谓的事情牵绊住手脚。许半夏，我很欣赏你的能力和魄力，既懂技术又懂市场，不可多得。有没有考虑过换一个环境，一个更能让你施展才华，没有那么多内耗的平台？我心中一震，终于图穷浮现了。顶峰董事长，这是在公开挖墙脚。我们顶峰正处于快速扩张期，非常需要你这样的领军人物。如果你愿意过来，我可以直接给你一个副总裁的位置，负责新成立的科技业务板块。薪资、分红都可以谈，绝对比你现在的待遇高出几个层次，而且我保证你会得到绝对信任，没有人会给你使绊子。副总裁的头衔，丰厚的待遇，更重要的是承诺一个没有内斗的环境，有着巨大点。如果答应，我不仅可以立刻摆脱现在的泥潭，还能登上一个更高的职业平台。但是，就这么离开吗？在我倾注了心血的项目即将收获的时候，在我刚刚顶住压力，勉强在公司内部站稳脚跟的时候，而且跳槽到甲方看似风光，但也意味着职业路径的改变。从操盘手变成资源方，未来的发展空间未必有想象中那么大。缓缓抬起头，眼神中那一丝动摇和挣扎逐渐褪去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经过精密计算后的极其冷静的清明。董事长，非常感谢您的赏识和厚爱，
这个邀请真的让我受宠若惊。不过，顶峰2期项目正处于关键时期，我对这个项目倾注了很深的感情，也向公司承诺过会负责到底。在这个时候离开，无论是对顶峰还是对我现在的公司，都不是最负责任的做法。而且，我个人认为，暂时保持目前的合作关系，或许更能发挥我的价值。如果我现在加入顶峰，反而可能因为身份的突然转变，带来一些不必要的隔阂和内部流程上的障碍。好一个负责任！我果然没有看错人。既然你这样想，那我也不强求。不过顶峰的大门永远为你敞开，任何时候你改变主意，随时给我打电话。谢谢董事长。离开顶峰，心情复杂，既有卸下重负的轻松，也有对未来的迷茫。拒绝了这根橄榄枝，我就要继续留在现在的公司，面对那些已知和未知的挑战。齐浩和他父亲会善罢甘休吗？内部的环境会改善吗？我不知道，但我知道，我已经没有退路，我必须在自己选择的道路上继续走下去，而且要走得更加漂亮。既然选择了留下，就要把工作做得更出色。只有创造出不可替代的价值，才能拥有真正的话语权。回来了，顶峰董事长找你什么事？没什么问题吧？看来我这次去顶峰又牵动了不少人的神经。没什么，就是聊聊项目后续的规划。我知道他肯定不信，不过这已经不重要了。现在我需要用更耀眼的业绩来巩固我的位置，而第一个要面对的就是即将到来的绝对大考——系统首次联调测试，只许成功，不许失败。半夏，明天就是系统联调了，我们这边高层很看重，千万不能出问题。放心，吴总，我们正在进行第5轮压力测试，所有环节都已反复核验。整个项目组都绷紧了一根弦，齐浩似乎真的消停了，没再闹出什么幺蛾子。财务部的流程顺畅的让人有些不习惯，谣言也平息了，仿佛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。但我知道，这可能是暴风雨来临前最后的宁静。以齐浩的性格，绝不会甘心失败，他一定在暗中寻找机会。如果测试失败，或者出现重大瑕疵，他就可以借题发挥，把所有责任推到我的技术失误上。届时，就算董事长再欣赏我，也很难保我。夏姐，最后一轮全量跑通了，零报错，万无一失。好，大家辛苦了，赶紧回去睡几个小时，明天上午9点准时开战。系统联调测试现在开始。怎么回事？这个辅助模块一旦报错，会导致后续一系列数据完全同步，整个测试结果将被彻底推翻。不要慌，检查底层日记，锁定错误源。那瞬间的得意没有逃过我的眼睛，果然是他。虽然我不知道他具体怎么绕过全星座的手脚，但直觉告诉我，这次致命的意外绝对是他埋下的雷。许半夏，怎么会这样？昨天不是还好好的吗？徐经理，是底层的一个配置文件被人为修改了，导致数据校验规则错误。谁干的？查，立刻查操作日记。操作日志显示，昨天深夜有一个高权限账号登录系统修改了配置，账号所有者是刑部系统管理员小李。说，你昨天晚上干什么了？干什么了？
我没干什么，我昨天很早就下班了，我的账号密码前几天泄露了，我还打了报告申请修改呢。账号泄露，这显然是被当枪使。幕后黑手做得极其干净，通过泄露账号操作，彻底斩断了追查的线索。这就是贵公司的管理水平，关键系统都能被人随意篡改，这让我们怎么放心合作？这是我职业生涯中最危机的时刻。立刻用备份的纯净配置文件覆盖被修改的文件，重启该模块服务，检查系统完整性。快，吴总、王总，我们会彻查到底，请给我们30分钟时间修复系统。我以我的职业声誉担保，绝不会让项目受到一丝影响。我知道，我和他之间已经是不死不休的局面。这次他没能扳倒我，下一次他的手段只会更加狠毒。不能再这样被动挨打了，我必须主动出击。许半夏，怎么样？考虑好了？麻烦刘总帮我安排和那家科技公司 CEO 的面试，越快越好。是时候准备一条退路了，但在此之前，我要把这里的战场打扫干净。我要让有些人知道，我许半夏不是任人拿捏的软柿子。方开出了极具诚意的条件 ，CTO 首席技术官，全面负责技术和产品，丰厚的期权以及最大的决策空间。我内心离开的天平已经倾斜。但我没有立刻答应，我需要一个时机，一个能让我体面离开，并且能对某些人造成最大冲击的时机。半夏，验收准备的怎么样了？一切就绪，随时可以验收。另外，3期合作，我们董事长想成立合资公司。合资公司，这不仅是一个更大的蛋糕，更意味着复杂的权责力分配。这或许就是我一直在等待的那个时机。我在这封邮件里把自己定位为一个发现并传递重要商业机会的桥梁，这是一个将双方合作提升到战略层面的重大机遇。现在诱饵已经抛下。许半夏，邮件我看了，合资公司这可是大事儿，你确定吴总那边是认真的？王总，吴总亲口跟我说的，而且明确表示这是顶峰董事长的意思，他们希望尽快洽谈。好，太好了，我马上向秦董事长汇报，这次会谈你必须要参加，你是最了解情况的。很快秦董事长亲自批示，同意安排高层会谈，公司成立了临时项目组，我被指定为唯一的对接负责人。所有人都明白，如果合资公司谈成，这将是公司未来几年的金矿。齐浩和他父亲那边异常的安静，这种安静反而让人不安。我知道他们不是在放弃，而是在等待一个能一举将我从高处拉下的机会，而合资公司谈判无疑就是那个最好的舞台。那里有更大的利益，也有更复杂的博弈，稍有不慎就可能满盘皆输。我知道最后的决战快要来了，而这一次我不仅要赢，还要赢得漂亮。然后在所有人认为我即将登上巅峰的时候，做出那个让所有人目瞪口呆的决定。2周后，验收结束，合资公司谈判启动，那将是我离开的最好时机。我要让所有人看看，一个真正有价值的人是如何选择道路的。夏姐辛苦了，以后发达了可千万别忘了小弟啊。
巨额尾款即将支付，公司上下一片欢腾，职场的人情冷暖再次生动上演。我应对着各方面的祝贺，内心毫无波澜，因为我知道这只是高潮前的铺垫，真正的重头戏是接下来的合资公司谈判。这次合资公司谈判是集团层面的战略大事，只许成功，不许失败。我们要拿出最大的诚意，但同时也要最大限度维护公司利益。王总，我认为在合资公司股权比例和董事会席位安排上，我们必须坚持绝对控股。至于资金投入方面，还要谨慎，毕竟涉及重大资产，能少出就少出。没错，从风险控制角度来看，顶峰的初步框架里存在几个潜在的法律陷阱，我们必须加上熔断条款。钱盛是齐董安插进来施加影响的一步棋，他说的全是套话，核心思想就一个，要控制权，少出钱。整个会议听起来根本不像是在推动合作，更像是在疯狂的设置障碍。徐半夏，你和鼎峰那边沟通最多，你有什么具体想法？王总，各位领导，我认为这次合作我们不能仅仅着股权和资金这些静态的数字，是我们的技术积累和项目执行能力，这才是我们入股的核心资本。我建议我们用技术授权和项目团队整体转入的方式酌价入股，适当降低现金比例，在技术决策和产品方向上必须拥有绝对主导权，甚至可以约定由我方派出 CTO。 技术作价，这个估值弹性太大，财务上不好操作，而且团队整体转入，人员编制和安置全乱了。这种模式的合规审查会非常复杂。我的这个思路跳出了传统的谈判框架，它打乱了钱盛的节奏，也打乱了某些人想通过资金游戏来掌控局面的阴谋。预案迟迟定不下来，我知道是时候加一把火了。吴总，关于合资公司，我们内部对于合资方式有些不同意见，主流观点还是倾向于资金入股，争取控管权。但我个人认为，这种方式并非最优解。或许我们可以探索一种更注重技术整合的模式，比如由我们出技术和团队作价，主导产品线。徐半夏，你这个想法太好了。说实话，我们缺的就是你们这样的技术和能力。如果真能按这个思路来，这才能真正发挥1+1大于2的效果。不过，看来你们公司内部问题不小啊。徐半夏，这次关键看你啊，我们是冲着你和你们团队的能力来的。我已经成功的在顶峰那边埋下了期待的种子，也把谈判的压力彻底引到了我自己的身上。现在全公司都知道顶峰是冲着我来的，如果谈判成功，我是首功；如果失败，所有的矛头都会将我万箭穿心。而钱盛他们必然会为了保住自己的利益，千方百计阻挠技术主导方案，这注定是一场硬仗，但我已经做好了准备。我要用这份无可挑剔的方案，在正式谈判中亮出我的底牌，也让有些人看清楚什么是真正的价值。决战的时刻即将到来，而我的去留也将在这场谈判之后尘埃落定。因此，我方认为，在合资公司的架构中，由我方主导资金投入，并占据绝对控股权，同时在董事会席位上。王总，你们的方案我们收到了，不过在讨论具体细节之前，我倒是很想听听许半夏经理的看法。他是一线最了解项目和技术的人，他的见解可能更贴近实际。当然，许半夏，你也说说你的想法。我知道，机会来了。单纯资金堆积的模式已经难以适应快速变化的市场。顶峰有市场渠道和产业化优势，而我们有不可替代的技术。我的核心建议是，我方以技术授权、现有项目团队及未来知识产权酌价入股。顶峰以资金和市场资源入股，股权比例可以协商，但我方必须在技术研发和产品定义上拥有主导权，并派出 CTO 负责技术体系。董事长眼中的赞赏，说明他看到了真正的同类，而吴桐已经收到了我递给他的最后一块拼图。王副总动摇了，那个诱人的大饼他吐不出来，而钱盛已经感觉到了权力被拆解的恐惧。这场仗他输定了。
许经理的想法很有创意，但是不是太理想化了？技术作价估值困难，风险太大。我认为，钱总监，我倒觉得许经理这个方案很有战略眼光。我们鼎峰这次寻求合作，看重的就是贵公司的技术基因。如果只是简单的资金合作，和财务投资有什么区别？我们要的是能共同开创事业的伙伴。王总，我个人非常倾向于许经理提出的这个技术主导思路。董事长高见，我们回去一定认真研究许半夏提出的方案，尽快拿出一个更成熟的版本。董事长还有什么指示吗？第一次高层会谈在合作方向上取得了突破性进展，而且这个方向完全属于我。我知道我赢了这一局，但我也彻底把钱盛以及他背后的祁董得罪死了。他们绝不会允许我凭借合资公司这件事进一步做大，这注定是一场不死不休的硬仗。技术作价太高，我们不能承担这种虚无缥缈的溢价风险，需内部评估，流程不符啊，王总。争论极其激烈，钱盛利用财务总监的身份，在每一个细节上斤斤计较，设置障碍。我知道他们在拖延时间，寻找我的破绽，而我也在等待。徐半夏，那边 CEO 又催我了，问你考虑的怎么样？他们最近融资进展很快，机会不等人啊。刘总，麻烦回复他们，我接受了，1周后我可以办理入职。挂断电话，这口气里吐出了几个月来的委屈、算计、防备与内耗。是时候说再见了，我要用一种谁也想不到的方式离开，给这个公司，给那些曾经为难我的人，留下一个永远难忘的惊喜。决定做出后，内心反而异常平静。对于离职原因，我只字未提，这是一种体面，也是一种不屑。我不需要靠诉苦来博取同情，我的价值，市场会给出答案。所有人都在传我将成为新合资公司的 CTO， 走上人生巅峰。齐家父子大概以为我即将获得巨大的成功，而在暗中咬牙切齿。他们永远不会想到，我选择的是一条让他们更加难堪的道路。再见了，这些算计与平庸。我给这个公司留下的最后一个项目，就是我的缺席。许半夏辛苦了，想得很周到。他显然没意识到这封看似寻常的邮件真正的含义是什么。同志们，合资公司的框架已经基本清晰了，如果没问题，下周就签约，这将是我们公司的一个重要里程碑。你再把最终方案的核心要点给大家过一下。王总，各位，在过核心要点之前，请允许我先说明一件事。我要让他们记住这一刻，记住他们是如何在这个他们最得意的战场上，被他们认为最温顺的棋子彻底摧毁。许半夏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齐浩在笑，他以为我是被逼走的，他以为他赢了。各位领导，这是我离开前鼎峰董事长给我的。他说任何时候我想去鼎峰副总裁的位置，随时等我。齐主管，谢谢你这几个月的关照，没有你，我可能还没这么快下定决心离开。顺便说一句，鼎峰的尾款我走之前已经帮公司催下来了，这是我给公司的最后一份礼物。毕竟我许半夏做事靠的是本事，不是下三滥的手段。他凭什么？够了，齐浩，你还要闹到什么时候？我能想象出他们脸上精彩的表情，他们刚刚还在憧憬着合资公司带来的利益，转眼间核心灵魂人物就在即将成功的顶点宣布离职，这记耳光抽得又响又亮。
这一年，我学会了最重要的一件事：职场上最大的规矩，不是你爸是谁，而是你离开之后，他们还能不能活下去。我知道，我留下的这个烂摊子，足够他们焦头烂额一阵子了。而我的未来，在海阔天空的那一边。王副总，你们搞什么鬼？项目核心人员在这个节骨眼上走，你们是不是在耍我们顶风？我告诉你们，合资公司的事到此为止，没有许半夏，一切免谈。尾款评估项目后续风险，等通知吧。离职的消息像一颗核弹，在公司内部引爆，煮熟的鸭子不仅飞了，还把锅给彻底砸了。你们两个怎么办事的？许半夏太牛了，直接在最风光的时候撂挑子走人，这下看上面怎么收场。听说鼎峰那边气疯了，后续合作全停，这损失可大了去了。各种版本的真相开始流传，后面齐浩成了众矢之的，远走他国。齐董威望扫地，钱盛提前并退，王副总调离，赵梅被边缘化。一场看似不起眼的报销风波，最终引发了始料未及的剧烈地震。而此刻的我已经在公司入职，担任 CTO。这里没有复杂的人际关系，没有无聊的内斗，大家的目标纯粹而一致，做出牛逼的产品。那个曾经刁难我的规矩早已无人再提，一切似乎又恢复了平静。但有些伤痕已经留下，有些教训需要有人铭记，而我将奔赴属于我的下一场山海。你要是在新公司干得不开心，我们公司的大门永远为你敞开啊！胡总，我在这里好得很。半夏，对了，有个事儿跟你同步一下，原公司那边我们已经发了正式函件，终止了所有后续的3期合作，正在物色新的供应商。是吗？许半夏，通过这件事儿，我算是看明白了，企业之间的竞争，说到最后还是人才的竞争。留不住人才的企业没有未来。这里才是未来。时光流逝，我带领团队攻克了技术难题，获得了市场的认可，公司估值翻了几倍，期权水涨船高。但更重要的是，在这里我感受到了真正的尊重和信任。秦董您好。许半夏，没打扰你吧？听说你在新公司做得很好，恭喜你。今天打电话，一是为你送上祝贺，二是想代表公司为之前发生的一些不愉快向你道个歉。公司确实做得不够好，委屈你了。秦董严重了，都过去了。顶峰项目断了，损失很大。如果未来公司改变环境，你有没有考虑过回来看看？条件都可以谈。曾经我无比渴望在这位最高掌舵人面前证明自己的价值，而此刻我的内心却像这片晚霞一样平静辽阔。秦董，非常感谢您的看重和挽留，但我现在在新公司很好，团队和项目都进入了关键阶段，我需要对现在的工作负责，暂时不考虑变动。好，我理解，祝你前程似锦，以后常联系。谢谢秦董，也祝公司越来越好。年底，新公司召开盛大的年会，我因为突出的业绩获得了丰厚的奖金和荣誉，没有论资排战，只有对贡献者的认可，这才是真正属于奋斗者的舞台。那一刻，我想起了在原公司时颁给齐浩的那个奖，真是莫大的讽刺。这一年经历了太多的起伏、挣扎和抉择，从被刁难、被污蔑，到毅然离开，重新开始。那些曾经试图用规矩压制我的人，最终都被他们自己设定的游戏规则所反噬。你挺过来了。职场上最大的规矩，不是谁的背景硬，而是谁的价值不可替代。真正的武器是堂堂正正的实力，以及在关键时刻敢于说不、果断离开的勇气。路还很长，但现在我是自己的主宰。徐班夏，3期项目的技术顾问，你真的不考虑一下？待遇随你开。我们董事长说，只要你点头，合同你定。
谢谢吴总和董事长抬爱，不过我现在挺好的，有需要帮忙的随时说，顾问费就免了，请我吃饭就行。前方是更广阔的路。